产子当日戚温在赶回的路上坠马而亡，此时手里还紧紧拽着我们定亲时的玉佩，我大为震动，心甘情愿为他一辈子守在国公府中辛劳半生。本该颐养天年的时候，却惊闻独自噩耗，油尽灯枯之际，我那死了10几年的夫君却带着娇妻爱子回府。你和你的儿子占了我们姬府这么多年便宜，如今也该物归原主了。我到死方知戚温当年只是假死，实际是和本该殉葬的后妃私奔在外逍遥快活。我恨得流下了血泪，死不瞑目。再次睁眼重来，姬家这群恶鬼都下地狱去吧。夫人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！我猛然站起身来，抓着丫鬟的手急道：庸儿，怎么了？大少爷在城外溺水而亡了，只觉天旋地转，我彻底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只觉得身体沉重，宛如行将就木，房内一片昏暗，连个小丫头都没有。大少爷在城外溺水而亡了，只觉天旋……砰！房门被人大力推开，外面进来好些人。我定睛一看，顿时震惊地呆在原地。我竟然看到了死去多年的姬温回来了。夫君，我喃喃念道。姬温没有说话，倒是他身边的女子说话了。温郎，他还念着你呢。我看向他，觉得有几分眼熟，但一时间想不起来。戚温大步来到我面前，驼母和那女子一左一右跟着到了近前。我正然轻郁，庸儿还未走远，你快些去，还能追上他。我脸色大变，用力扯住他的袖子。你说什么？戚温低头看我，眸色冰凉，脸上神色也很冷静。他身边的女子给了我答案，你的婴儿是被夫君亲手推下河的，真是可怜呢。临死前还在问父亲为什么要他死，最后是他自己放弃的。他双手摊开，沉入河底，心头剧痛，一口血吐了出来，此刻脑袋炸开。我也想起来这个女子是谁了，她是柳如烟明帝的后妃，本该在明帝驾崩时殉葬的后妃，她竟然还活着，就像季温还活着一样，令人意想不到。为什么我死死地盯着季温？我自家入家，从无一刻懈怠为忌。温守节将近20载，侍奉婆母，抚养幼子，早早白了头，将摇摇欲坠的国公府打理得蒸蒸日上，自认我无一处地方做得不好，为什么要如此对我？听了我的话，季温冷冷一笑，接着伸手狠狠捏住我的下巴，让我仰着头看他。我心中喜欢的始终是如燕，如果我的妻子不能是如燕，那是猫是狗又有什么区别？倒是让你捡了这个便宜，否则你以为我会多看你一眼吗？更别提娶你了，为了国公府的未来，我必须要留下一个男丁，所以在你生下男孩的那一刻，我终于可以和如烟双宿双飞了。阮清玉，这也算是有点价值了，你和你的儿子平白享了我们国公府20年的荣华富贵，也算是季家对你们的补偿了，如今一切也该归还了。阮清玉，你去吧，你的儿子在等着你呢，你们母子俩一起上路，也不会孤单。我再次呕出一大口血，绝望道，庸儿也是你的孩子，虎毒尚且不嗣子啊，我的孩子只能是如烟生的，而你生的贱种只会玷污我和如烟的爱情，他活着只是多余，只会成为我的耻辱，所以他必须死。我接连呕血，眼睛瞪大，流下了悔恨的血泪，我竟被这些恶鬼蒙骗了20年，我恨意滔天，若有来生，我定然要送这些恶鬼下地狱。恭喜夫人是个小公子。恍惚睁眼，我就听到春梅欢喜的声音，我撑着身子坐起身来，环顾四周，这分明是当年我生婴儿的产房，而这一日也是季温的忌日。哐当有人撞开了大门，跌跌撞撞入内，夫人，老爷，老爷，他坠马亡了。我瞬间看向那会报的人，脑袋里走马观花，一般上辈子的记忆一幕幕浮现。我生产着日记，温为我和孩子去山上祈福，祈求我们母子平安，谁知他竟然在半路上意外身亡，死前手上还紧紧拽着我和他的定亲玉佩。上辈子我不信，我抱着刚出生的孩子，拖着虚弱至极的身体到了外厅，却只来得及看见季温冰冷的身体以及面目全非的脸。他当真死了，半路坠马更是被发狂的马踩得血肉模糊，我当场就哭晕了过去，自此落下了病根。1年里头，大半年都得在床上养着，感念于季温的深情厚爱。此后半生，我拖着衰败的身体抚育幼子，孝顺婆母，操持和府事务。我耗尽一生心血，将日薄西山的季府打理得蒸蒸日上，结果到死方之季温根本没死。这一切只是他为了假死脱身好，和柳如烟双宿双飞。整个产房都沉浸在震惊当中。小公子出生本该是大喜事，但季温这一死却让我的婴儿才出生就背上了克服的名声。季温当真是爱极了柳柔，爱到了骨子里心尖上。至于其他的，什么都不在乎了，也不能说不顾了。他这不是找了我吗？怕是早有算计，就为了留我在府中替他尽心尽孝。而现在我从地狱归来，定要将这些恶鬼一个一个的送往地狱。第一个就是我那佛口蛇心的婆婆夫人晕倒了，快叫大夫，我这一晕就晕了3天3夜。婆母刘氏当即就坐不住了，来了我的房间，她一上来就拉着我的手抹泪，我可怜的清玉啊，侍儿没福气啊。
我虚弱的躺在床上也不回话，只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。青玉，庸儿还小，你要振作起来呀，姬府的未来就靠你了呀，我这个婆母啊，当真是披着人皮的恶鬼。气温的是他一清二楚，母子两个抱着一样的算计，都诓着我给姬府当牛做马上辈子，我拖着刚生产的身体给姬温操持后事，将气温的丧事风风光光办好，我也倒下了，这辈子这摊子烂事就让这糟老婆子自己来处理吧。他儿子造的孽，何该他这个老娘来受着。刘氏在我房间里哭哭啼啼一个时辰，听着他的嗓音哑的气息弱了，我方才坐起身来。刘氏当即来了劲头，青玉娘知道你素来最是贤惠懂事的娘老了，一把老骨头煮不了事情了，的丧事还得辛苦你操持了。我顿时嗤笑一声，国公府好大的体面，叫一个刚生产的妇人主持丧事。刘氏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说，轻轻抿，我累了要休息了，可是威尔的丧事您老看着办了。然后我让人将刘氏请了出去之后，再没让刘氏进门来。刘氏没有办法，只能自己咬牙上了，到底年纪大惊的是多，操办一个丧事倒是没出什么纰漏，不仅如此，还有空搬弄我的是非，没办法，青玉性子烈，至今不肯见我，所以我也只能拼着一把老骨头来操办了。青玉她年纪尚小，若是守不住，那也是我们国公府福国刘氏才抱怨了两句，我就到了让人抬着来的，我被搀扶下地，脸白的像纸，走路还打摆扑通一下倒在季温的棺木旁。夫君，你就这样死了，留下我和庸儿可怎么活呀？刘氏的眼药没有上成功，青着一张脸，我才不会离开国公府。等我将刘氏以及季温和他的心上人全弄死了，那整个国公府不就是我和庸儿的了吗？这白送的滔天富贵，我岂能不接？办完丧事，刘氏就病倒了，他终日呻吟，闹得整个国公府不得安焉，而我却无半点怨言，日日在旁汤药服侍。不过4、5日，我就病倒了，这下刘氏再不敢起什么一蛾子了，毕竟他怕我真死了。那国公府谁来操持受累？我就在院子里好好的养了2个月，将身体彻底养好了。刘氏见不得我好忙，使人过来唤我，夫人，快些吧，老夫人等着呢。见我不紧不慢的刘氏身边的老嬷嬷拉着个脸，我转头看他，老嬷嬷好大的派头，老嬷嬷抬头就要回嘴。春梅好好教教嬷嬷规矩，老嬷嬷惊的就要叫唤，却是被人一把捂住嘴巴拖了下去。上辈子这个老嬷嬷可没少搓磨，我这次也轮到她自己被搓磨了。我换了一身素白的衣裳，让人将早就准备好的东西一起端着，然后带着人去了刘氏的院子。春梅守好了，夫人放心。春梅恭敬的将我送了进去，通房门打开又被关上。刘氏颤颤巍巍的转头来看我，见我一身白衣，她恼怒道，阮青玉，你穿成这样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咒我呢？上辈子刘氏没少挑剔，我穿的太素了，说我咒她，穿的稍微艳丽了，又说我不安分，想红杏出墙。我端着托盘到了近前，将托盘放到旁边的案几上，然后笑着给刘氏也好，背脚自顾自的说道，母亲，你听过贴家冠吗？刘氏愣了一下，咕哝道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我却是继续耐心解释，这是一种刑法，将沾湿的黄纸盖在面上，一层一层加上去，就像升官一般，没人能活着升到1品官呢。母亲，不知道你能升到几品呢？刘氏吓坏了，忙挣扎着大叫，来人啊，快来人！蔡嬷嬷呢？没人会来的，我是国公府新的女主人了，母亲，你放心的去吧。至于蔡嬷嬷言语有失，在我的院子里受罚呢。刘氏喊了一会见，真的无人前来，顿时慌了。青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是不是守不住，想改嫁？娘都同意的，还会给你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改嫁吗？我为什么要改嫁？你死了，这国公府就是我和庸儿的好好的富贵，我不想改什么嫁。刘氏哽咽求道，青玉母亲素来对你不薄呀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母亲呢？我却像是听了什么笑话一般，不薄吗？那你还让季温假死和柳如烟私奔，就那般等不及选在庸儿出生。这日你们让庸儿以后如何面对生辰日？他们星号在外面逍遥快活，倒是诓我留在府里当牛做马。刘氏大骇，万万没有想到我竟然知道这个秘密，而我已经等不及要试试这个刑罚了。我拍了拍手，立刻有2个粗壮的脖子上前来一个端着一盆清水，一个拿着粗绳，任刘氏如何挣扎嚎叫，还是被绳子牢牢附在了床上。我拿起一张黄纸，完全浸在清水里，取出浸湿的黄纸。我走到刘氏身边，在他惊骇欲绝的目光里，轻轻盖上他的脸。刘氏呼吸急促，像是鼓风机一般，将黄纸吹得呼啦啦的一贴9品官。母亲且慢走，季温很快就会下去陪你的话落，我继续贴上了第2张2贴8品官。母亲且宽心，我会打理好国公府的。才到5品官，刘氏就彻底没了声息，将这边处理干净。我走出了房间，外面阳光正好，我掩面哽咽。母亲去了，准备丧事吧。时隔3个月，国公府再次操办丧事，众人一阵唏嘘，而我也泪流不止。夫君去后，母亲伤心过度，
身体每况愈下，最终也没能熬过去。众人纷纷安慰我，一天下来，我的眼睛都肿了。夜里，我靠在榻上，春梅在给我敷眼睛。突然外面传来轻轻的敲门声，春梅走了出去，一会进来，小声在我耳边禀报夫人，气温回来了，在灵堂呢。我猛然睁开了眼睛，上辈子的滔天恨意，几乎要控制不住好一个气温，我等的就是你什么人在哪里。我走到灵堂，就看到一身黑色披风的人跪在棺木前，当即大喝，那人吓了一跳，当即往旁边跑了。哪里来的贼子扰了母亲的安yên，给我去抓！顿时国公府上下都动了起来，护卫们在马厩里将那小贼给围了起来。我站在不远处，冷冷地看着小贼跳上一匹马就要跑的时候，马儿却挨了护卫一棍，顿时吃痛的嘶鸣发起狂来，小贼被甩拖在地，恰好被马蹄踩在了脸上，顿时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了起来。最后关头，那小贼及时攀上一匹马跑了。我抬手示意，远远跟上到了半夜里追踪的人回来了禀报夫人，那小贼去了郊外的三清山，进了一个叫红叶山庄的宅子。我伸手轻轻扣在桌子上，好啊，季温和柳如烟竟然一直在城外，当真是在我眼皮子底下逍遥快活，我真是一刻也忍不了了。点齐人马随我去红叶山庄，一个时辰后，国公府的护卫已经将红叶山庄团团围住，就是一只苍蝇都别想跑掉。我带着人大步进去，里面竟有仆从护卫20-30人，装饰也极为精致奢华，所过之处可见不少名贵珍稀之物。见此，我脸色越发沉了下来。这里倒是好生富贵，所有要喊叫的仆从都被护卫控制了。我带人直接到了季温的卧房外。温郎，你还疼吗？不疼了，你的眼泪就是我最好的药。那阮清玉好狠的心，竟然将你伤成这样，母亲的死定然另有蹊跷，还有我今日受的伤，我定然饶不了那星号。我当即推开门走了进去。哦，要怎么饶不了我？正相拥的两人大骇，季温转头看到是我，先是震惊，然后就是滔天的愤怒。他挡在柳如烟身前，怒斥我道，阮清玉，你这个星号，我没找你算账，你还敢来？我为何不敢来？你这小贼倒是奇怪，说的什么胡话？季温这才反应过来，他已经是死了的人，而且今晚还被发狂的马踩烂了脸，此刻脸上血肉模糊，没有什么容貌可言。温进了声，但我可不会这么轻易饶了他，简直狗胆包天，竟然敢扰乱国公夫人的灵堂，其罪当诛。来人将二人拿下，戚温会点武艺，但双拳难敌四手，季温和柳如烟很快被拿下，压着跪到了我面前。我低头看他们二人狼狈的样子，只觉得心头畅快。让我想想你们两个要怎么死，才能告慰我母亲的在天之灵。季文此刻再也装不下去了，当即大吼道，清玉，你看清楚我是几文你的夫君啊！我拔出匕首，用刀刃抬起他的下巴端，向他的容貌。气温血肉模糊的脸上挤出一个讨好的笑容来。清玉，他那肮脏的嘴巴里吐出我的名字，都叫我觉得恶心。手上的匕首狠狠一划，就在他完好的另一边，脸上划出了一道重重的口子。季温吃痛，双眼发红的瞪着我。我凑到他耳边，轻声道，我知道你是季温，你身边的更是先帝的殉葬后妃柳如烟，我今日来就是来要你们俩的命的。季温，你快些上路，你娘还在黄泉路上等你呢，快些去，你们母子还能相伴呢。季温双眼瞪大，一大口血呕出来，他颤抖着手指，我已然起身吩咐下面的人，此贼罪大恶极，当处以凌迟之刑。立刻有人堵住季温的嘴，将人拉了出去。柳如烟见此，抖如筛糠，就要跑出去找季温，却被我一脚踹到了地上。不用急，很快就轮到你了。柳如烟吓得脸上都是泪，仓皇解释道，不是，我和我没有关系。此时外面行刑的人也走了进来，禀夫人的小贼才受了80刀，就熬不住，断气了。我微微颔首，那扔乱葬岗去吧。吩咐完，我就转头看向柳如烟。柳如烟坐在地上，双手撑着，吓得步步后退，直到退无可退。你并不无辜，所以也星号。我抽出身后护卫的长刀，就要对着他劈去而赶。远处有暴喝声传来，脚步声渐近，我先将长刀架在了柳如烟的脖子上，然后才转身看向门外，就见一身穿银甲之人带着一队人马朝着这边奔来，眨眼之间就到了近前。为首之人见我横刀立于柳如烟脖颈上，顿时目眦欲裂，放手，否则我定让你不得好死我。沈笑一声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驸马爷啊！我就说柳如烟一个殉葬的后妃，如何能安然逃出宫来？宫内必然有人为她周旋接应。如今这人终于露了脸，他乃是安阳公主的驸马，御林军统领沈昭。看来沈昭还是个痴情种，和我那短命的夫君一样。沈昭此时方用正眼打量我，阮清玉是你他眉头轻锁，难以置信。想来他和季温一般，只当我是个工具，人是他们挚爱白月光的垫脚石。没想到有朝一日，我竟然也会露出锋利的獠牙。阿昭柳如烟梨花带雨如转，缠绵的喊了一声，
沈昭眸中顿时溢满柔情如无烟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伤你。沈昭话音方落，我的刀立刻进了一份柳如烟脖梗，顿时被割破了一些血线引线，痛得他一张白玉般的小脸煞白。沈昭怒不可遏，拔出佩剑就指着我，阮清玉，你找死！看着指我面门的刀，我丝毫不惧那驸马爷，看看到底是谁先死，我的刀锋就要继续往前压。沈昭无奈，只能忍气吞声，你想如何？我只想安然的回到国公府，真要将柳如烟放了。为了保守秘密，沈昭可能就地将我格杀，他身后是金上的胞妹，圣宠正浓的安阳公主，想要帮他，眼下这事也不难，我得先保证自己的性命，其他的后面有的是机会。沈着急在意柳如烟，他没得选择好，我答应你，你不能再伤如烟分好，否则你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你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想想吧。沈昭凶狠的警告我，我不接察之眼神示意他让开。沈昭咬牙吩咐手下让出一条路，我安然回了国公府后，就将柳如烟放了。柳如烟顿时柔弱无骨的瘫软在沈昭的怀里。阿昭，我好害怕，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。沈昭将人搂紧，没事的，如烟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安慰完心上人，沈昭转头警告我，管好你的嘴，否则哪日身首异处也是你该得的。放下狠话，沈昭将人拦腰抱起，就大步离开了。春梅不忿，夫人就这样放他们走了吗？我笑了笑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过？听过借刀杀人吗？安阳公主眼睛里可揉不得半点沙子，不仅不能放过我的杀人名单上，还多了一人。沈昭上辈子也是刽子手之一。隔日我就被带进了一处宅子，安阳公主一身华服高坐首位，臣妇阮氏给公主殿下请安，我跪下行礼。安阳公主却半天没有回应，只听得到极轻的饮茶声。过了一盏茶的功夫，安阳公主才发话，起来吧，我恭敬的施礼。一旁，我这人不喜欢撒谎的人，问你什么，你就如实回答，如有半句谎话，你的儿子一定会遭报应的。我袖子下的手掐进掌心，很好，杀人名单上又多了一个人，威胁我可以，但拿我儿子说事就是不行。驸马昨日去了郊外的红叶山庄，那庄子是国公府名下的驸马所去，为了何事，你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，我自然是要如实相告的。驸马所去乃是为了一女子，那女子我也不清楚是何人，只知道是夫君生前安置在哪里的。昨日有一小贼闯入国公府灵堂，扰了母亲的安yên，我就带人追到了庄子里，发现和那女子有关，正待审问清楚，驸马就来了。驸马对那女子极为关切爱护，看不得她受半点委屈，当时就对我疾言厉色，后来更是严厉警告我务必三缄其口，不得泄露和那女子有关的半点消息。最后驸马更是小心的抱着女子离开，姿态亲密。砰！我的话音才落，安阳公主就摔碎了手里的杯子，哪里来的星号也敢勾引驸马，不知死活。安阳公主甩袖起身，大步离开。我看着安阳公主远去的背影，轻轻勾了勾，嘴角不出2日，街头巷尾都传遍了。都说安阳公主的驸马爷在外交养了一个天仙似的美人，那美人如今怀孕在身，驸马爷更是紧张的不行。安阳公主天之娇女，岂能受得了这样的委屈？据说她当日就带了府兵去了青花巷，在那里将沈昭和柳如烟堵了个正着。安阳公主到的时候，驸马爷正抱着那女子亲吻那场面，公主殿下一看到眼睛就红了，公主殿下动了真怒，一剑就刺死了那女子。驸马爷看到心爱之人死在眼前，当场也疯了，要公主殿下偿命。公主府的府兵岂能坐视不理，就和驸马动起手来，驸马疯了一样，要公主偿命，杀红了眼，最后被府兵格杀。当场春梅将打听到的消息绘声绘色的说给我听，那两人也算是得偿所愿了，死在一起就是永远在一起了。我伸出手指在桌面上缓缓敲击着，由此结果也在意料之中，毕竟是我让人悄悄对着那处宅子吹了迷情香，否则以沈昭的谨慎，还不至于在大白天把持不住，让安阳公主堵了个正着，连辩解回旋的余地都没有。但事情还没完，安阳公主当年喜欢沈昭，可是满城皆知，如今沈昭死了，安阳公主出事伤心，等后面缓过来了，定然会差人细细查这件事情，凭借安阳公主的滔天权势，竟然很快会查到我头上，到时候她必然迁怒于我，我还得提前做些准备才是。我仔细将前世的事情捋了捋，很快就找到了适合的合作对象。春梅，你安排一下，明日去护国寺上香，寻着上辈子的记忆。我在护国寺后山的梅林遇见了皇后，皇后见到我极为诧异，季夫人只有寥寥几次的宫宴，我去拜见过皇后，所以皇后对我没什么印象，正是臣妇阮氏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皇后笑了笑，那还真是有缘，我却摇了摇头，臣妇是特地来见皇后娘娘的。皇后眸色动了动，示意我继续说，而我却伸手摘下了皇后腰间的玉佩，大胆放肆护驾。顿时嬷嬷女官纷纷对我怒喝，周围隐藏的暗卫也现出了身形来。皇后抬了抬手，
都褪下玉佩的红绳，上面沾染了红花的枝叶。我的花落下，周围顿时一片寂静，似乎连空气都静止了。皇后风轻云淡的神色顿时变了。关嬷嬷立刻拿去茶，有个嬷嬷上前领命，接走了我手上的玉佩。一盏茶的功夫后，那个嬷嬷回来了，面色极为难看。娘娘确实如季夫人所言，玉佩的红绳上沾染了红花的枝叶，若是佩戴时间久了，容易导致孕妇流产。朝中上下都知道皇后入宫5年无子，这次好不容易怀上了，自然是珍视万分。为了能让孩子平安出生，皇后更是每隔1月就到护国寺烧香拜佛，求神灵保佑。这般重视严查之下，竟然出了如此纰漏，滔天愤怒可想而知。皇后看向我，厉声问道：是谁是安阳公主？得了这个答案，皇后并没有半分意外，敢如此胆大包天，又能在后宫动得了手脚的本就没几个。而安阳公主和她积怨已久，争斗不断，所以答案是安阳公主。皇后并不意外，你倒是有心了。臣妇得罪了安阳公主，此番也是想要寻求皇后娘娘的庇护。臣妇这里还有一些安阳公主的罪证，希望能帮得上皇后娘娘的忙。皇后让人将东西接过，并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我低眉顺眼，恭敬地任其打量。皇后娘娘和我一样，向安阳公主死驸马下葬后的第3日，安阳公主带着一众府兵闯进了国公府。安阳公主一身缟素，满脸憎恨地看着我，都是因为你这个星号才害得驸马惨死。你害我失去挚爱，我也要你尝一下这种锥心刺骨的滋味。你的儿子还很小吧？那么小的孩子就要死了，都是你这个做娘的害的，也好叫他知道下辈子投胎眼睛放亮点。府兵在国公府里一通搜刮，却没找到人。禀公主殿下，没有找到阮氏的儿子。安阳公主愤怒地上前揪住我的衣襟，贱人，你将你儿子藏哪里去了？你以为你将他藏起来他就没事了吗？以我的势力找到他是早晚的事，你现在把他交出来，我还能让他死得干脆一些，否则我要将他碎尸万段。我伸手拿开安阳公主的手，冷声道：公主当真是好生没有道理，明明是驸马移情别恋，被公主的人杀了，和我半点关系都没有，为何偏偏要赖在我身上？安阳公主没想到我还敢回嘴，怒不可遏，就凭我是安阳公主，是天界贵女，而你只是一个没有任何依仗的寡妇，等公主捏死你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本公主杀你，那是你的荣幸论理，你还得跪下磕头谢恩。我耳边听到远处有沉着的脚步声渐近，我知道皇后的屠刀终于来了。我当即反手狠狠给了安阳公主一巴掌。没用的女人抓不住男人的心，只会对我无能狂怒，连个无辜的小孩都不肯放过，简直丧心病狂。猪狗不如驸马死了，那么接受不了就下去陪他呀。安阳公主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我敢对她动手，周围的护卫也是傻了。安阳公主回过神来后疯狂尖叫，啊，你这个星号，我要将你凌迟处死，五马分尸，愣着做什么？给我抓起来，将她的衣服扒了，拖到外面打50大板。一群护卫就要冲上来。圣旨到，安阳公主接旨，有太监带着御林军携圣旨而来，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，纷纷跪下接旨。安阳公主面上惊疑不定，也跪了下来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安阳公主受百姓供养，不思为百姓谋福祉，反骄纵妄为生性残暴，接连犯下大错，谋害皇嗣，结党营私，残害无辜，数罪并罚，罪不容赦，赐毒酒一杯。钦此太监端来托盘，上面有一杯毒酒，公主殿下，上路吧，别让咱家难做。安阳公主不信不可能，皇兄不会这样对我的，一定是你这个阉狗假传圣旨。太监当即恼怒不已，将圣旨展开于安阳公主面前。公主殿下，且睁大眼睛看看，这是不是真的？安阳公主来回看了4、5遍，最终面色颓然，嘴里喃喃念叨着，当年如果没有我鼎力支持，她能稳坐皇位吗？如今皇位坐稳了，就想卸磨杀驴了，我要去找她，安阳公主就要闯出去，却被人牢牢的制住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公主殿下，老奴得罪了，传旨。太监嘴里说着得罪了手上动作，却没有半点客气。他让人制住安阳公主，然后狠狠掐住安阳公主的下巴，将毒酒狠狠灌入，待一杯毒酒完全灌下，他方才松手。安阳公主颓然的跌落在地，钗环散乱。再不负天界贵女的高傲，我假意过去帮她整理钗环，实则凑到她耳边低声道，我的安阳公主，你不是很狂吗？说我和我儿子是可随手捏死的蝼蚁吗？可现在到底谁是蝼蚁？谁将命断于此？安阳公主眼睛血红的瞪着我，我却依旧轻声细语，你的好驸马确实是我设计害死的，你既然深爱他，正好下去陪他快些去，应该追得上。安阳公主伸手指着我要说什么，张嘴却不断的吐出鲜血，最后她颓然倒地，没了气息，到死也不能瞑目。半月后，皇后娘娘宣我进宫，彼时她的胎已坐稳，且安阳公主这个宿敌被诛杀，她心情甚好，整个人容光焕发。
他邀请我在御花园里赏花喝茶，身上的皇后袍服明亮耀眼。季夫人是从哪里拿到安阳公主那些证据的？我知道皇后必然心生疑虑，甚至对我生出忌惮。毕竟我呈上的证据有些非常机密，原因自然是我重生了上辈子安阳公主倒台是在10年后，她的罪证大白于天下，而我则是循着上意识所知道的，将证据提早收集而已。这些自然是不能对皇后说的。我缓缓回道，那些证据是从驸马的外室那里拿的，所有和柳如烟有关的人都死了，没人知道她的身份，大家都以为那是一个和季温、沈昭皆有染的女子。皇后不疑有她，这也是最合理的解释，也只有驸马这个安阳公主的枕边人能够拿到这样的证据，然后将证据藏在外室那里，这也是说得通的。季夫人此次救了本宫，却没有得到奖赏，夫人不会生怨吧？我连忙跪下，俯首请罪。臣妇惶恐，能够帮助到娘娘，你是臣府莫大的荣幸了，不敢奢望赏赐皇后，点了点头，是个懂事的，放心吧，你这份请本宫心里记着的。我安然回了国公府。春梅抱着拥儿出来担忧道，夫人，皇后娘娘那里，我笑得风轻云淡，不会有事的，过2天她就开始焦头烂额，届时都自顾不暇了，没空找我麻烦。毕竟当今圣上的一生挚爱香香公主马上就要进京了，皇后娘娘最后的结局可是废除后位打入冷宫，所以她只是一只秋后的蚂蚱罢了。重生回来，我还是想做好人的，我并不想杀人，除非忍不住此时怀里的拥儿笑哈哈的伸手拍了拍我的额头，顿时我的一颗心都软了，那些仇恨随着恶人的死都消散了。此后余生，我只愿我的婴儿能够平平安安长大，平安喜乐，岁月静好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